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杨，这不讲故事不玩套路的二手车拿手。今天来搞一台比较冷门的车，其实这个车也不算冷门了。啊，我给大家说这是个什么车，大家知道是名爵，但是这个名爵什么型号呢？很多人估计答不上来啊。这是名爵6的哥哥，名爵的锐行。这个车只有 1.5 的一个排量，但是它这个后面呢还蛮唬人的啊，还搞了个 GT。 大家知道 GT 是什么？就是运动型的车啊。其实这个车一点都不踢啊，踢不起来的。1.5自吸的一个发动机怎么踢呢？好的就是呢，它是个4AT 的变速箱，国产车嘛，能给你搞个4AT也算不错了。还有一点好的就是呢，这台车啊 ，A 级车它还是给你弄了一个非独立的后悬挂，这点呢还算是比较良心的。毕竟当时是上汽的一个主打产品，它的经典的一个标识呢就是后盖，是个溜背型的。 因为这个不是溜背啊，那这个不是溜背的话，这个后备箱的开口呢就很窄了，很小很小。17年10月份的车，43000多公里，按照流程先走一遍吧。还好螺丝都没动，框架也没有动。就今年回来跑得多一点。这不我跑，你还想换中 plus？ 定买。哎，这种粑粑车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也并不是国产就是粑粑车，反正新车也就是8、9万块钱吧。国产车那肯定是不保值的，再加上现在新车杀价杀得厉害。 大家觉得这个车我们能够出价多少钱？你这一下楼两头都是搞二手车的呀，没去问一下？没有，我都是去了5.1去了一个8手肉的比亚迪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价钱？1万多，打保养模式都这么高不高？3月份才搞的。你看到我的视频里是吧？一个车子打个折钱的，然后要把这成本整个估算出来啊，差不多就是收车价的。18000块钱。啊，18000块钱。4S店给我取1万8，哦，大之后取的1万6。1万6，它中间还有一点水分。 但是1万8的话，这个价钱已经差不多的了。这玩意再怎么跌，它毕竟是个自动挡。你要是说是这个车子有8、9万公里的话，那我取不了1万8，这点油漆啊都不闪不挑毛病。我当然说一点油漆挑点毛病的话，那都是扯淡的。包括你那个门那个什么那个玻璃环的是吧？玻璃环的。车子我不挑点毛病，一共1万2万公里子，我挑多了，还说我这个人还不好缠。 是吧？我说实话，我们杭州人蛮不好缠的。我的杭州修车，我10次就8次我收不到。但是你从外面回来的人好沟通些，但是在我们本地这种人的话，蛮不好沟通。他恨不得一个车都问10个。那抽个整噻，给我。抽不了整，真抽不了整。1万9的话，我明天把油加了以后，我开到哪里去就交的那种。这又搞的粉丝加一千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审核做了，好吧？老规矩，粉丝加1000，顺利的把这台车给搞下来了啊！17年的车，4万多公里，这个公里数是真香啊！ 想想前2天那个卡罗拉啊，11年的10几万公里，车主还要卖个1万大几，这台车搞整备完也就2万块钱。我不迷信这个日系车的啊，换的是我啊，我也会选择这个公里数少的，哪怕它是国产车，2万来块钱自动挡，你还要啥自行车呢？